灵活就业，多么高大上的名词，听起来像是新时代的自由职业者拿着手机就能月入100万。可现实呢？中国2亿灵活就业大军正在被经济寒冬活活冻死。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CAFI 的最新报告， 2.15 亿灵活就业者中，超过半数，也就是 1.1 亿人，连存款都没有，随时可能跌入金融深渊。更别提那些被中国官媒包装成返乡创业的失业大军，实际上就是回老家啃老或躺平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从国家统计局到阿里研究院，从网民的愤怒吐槽到街头巷尾的真实故事，数据和现实都在尖叫，中国就业市场已经崩了。2亿人的生计岌岌可危，超半数人没钱交房租，没钱买药，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。更可怕的是，当权者还在玩文字游戏，把失业美化成灵活就业，把无路可走包装成返乡创业。这到底是粉饰太平，还是自欺欺人？先来看一组让人头皮发麻的数据。根据 CAFI 的中国灵活就业者金融健康报告，全国灵活就业人数高达 2.15 亿，占总劳动人口的近1/4。这群人包括网约车司机、外卖小哥、直播带货主播、自由职业者，甚至连摆地摊的小贩都被算在内。可问题是，这2亿人中有 1.1 亿人，超过一半处于金融脆弱状态。啥叫金融脆弱？说白了，就是没存款、欠债多、收入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因为一场感冒或一次房租就彻底破产。再看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 5.1%， 听起来好像还行吧，可细看就吓人了。16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15.7%， 30至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也有 3.9%。 到了2025年3月，城镇失业率直接飙到 5.4%， 青年失业率更是窜到 16.9%。 这还只是官方数据，真实情况有多惨？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早在2023年就一针见血，如果把1600万躺平族和啃老族算进去，青年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 46.5%。 更扎心的是，阿里研究院预测，到2036年，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可能暴增到4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未来10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将被迫加入这场没保障、没存款、没未来的就业炼狱。CAFI 的报告花了3年7个月，调研了23万人，数据详实的让人无话可说。报告指出，55%的灵活就业者没有任何存款，收入低到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。更有1/3的失信人员就是欠债还不上的，处于金融困难状态，急需救命钱却找不到出路。举个例子，报告里提到一个典型案例，35岁的网约车司机老王，每天开12小时车，月收入也就4000块，扣掉油费、平台抽成和房租，剩不了几个钱。去年他感冒住院，花了5000块医药费，直接把积蓄掏空，现在还欠着信用卡债。像老王这样的灵活就业者，全国有 1.1 亿。再来看地域差异。报告发现，收入、地域和学历是影响灵活就业者金融健康的关键因素。比如，在经济发达的北上广，灵活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可能有5000至6000元，但在3、4线城市，这个数字可能只有2000至3000元。更别提偏远地区，很多灵活就业者连2000块都赚不到，只能靠摆摊或打零工勉强糊口。灵活就业，不就是无业游民吗？失业率 5.1%， 鬼才信！今年闲人比上班族还多，活着都费劲。打开社交媒体，网民的愤怒几乎要炸翻天。河南郑州的陈进，46岁，双料硕士，曾经是高收入高管，
如今却成了灵活就业的典型代表。他告诉媒体，自己创业失败，赔了400多万，投了无数简历，却无人问津。现在他只能啃老，靠父母的养老金过日子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还挂靠在朋友公司申报收入，表面上没失业，实际上已经躺平2年。官方数据就是个笑话。我这种人，全国有多少？1亿、2亿。陈进无奈地说。浙江台州的赵勇更是一针见血，这边鞋厂没订单，工厂不开工，上万人没活干。所谓的灵活就业，就是在家等死。他刚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，可工资低到连房租都交不起。网民的吐槽还不止于此，有人直言灵活就业就是文字游戏，没工作就是没工作，干嘛非要美化成高大上的名词？还有人讽刺返乡创业，就是找不到工作，被迫回老家。1300万返乡创业人员，不就是1300万失业大军吗？说到返乡创业，这可是中国官媒的另一个神操作。据官媒报道，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1200万，还有大学生回乡养牛年赚1000万的励志故事。可现实呢？网民直接开怼，1300万人找不到工作呗。1500万务工失败返乡，等于1500万回家创业。陕西西安的李敏气得直摇头，还真信返乡创业。南方工厂缩招，回家能干啥？我在西安送外卖，累死累活，1个月3000块。电视上说养牛赚1000万，你信个标点符号就输了。北京的网约车司机柴兴也忍不住吐槽，我住的城中村，今年一大群打工人回老家，因为北京没工作了。建筑工人回家能创业啥？种地、养猪。当权者就爱搞这些高大上的名字，把失业说成灵活就业，把回老家说成返乡创业，糊弄谁呢？更可怕的是，返乡创业的失败率高得吓人。根据中国农业大学的调研，60%的返乡创业项目在1年内倒闭，原因很简单，农村市场小，资金少，经验缺。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，结果赔光积蓄，只能继续啃老或外出打工。为什么灵活就业这么惨？根本原因是大环境不行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多月低于50%，表明制造业持续萎缩。浙江、广东等地的鞋厂、服装厂、电子厂订单锐减，很多工厂直接关门。以浙江台州为例，当地鞋业产业占全国市场的30%，但2024年出口订单下降了40%，上万家小厂倒闭，数十万人失业。台州的赵勇就说，这边工厂没订单，工人全失业，街上全是闲人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贸易战对中国的冲击巨大。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，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.4%，中国出口增速可能跌到3%以下。这意味着，像台州这样的出口导向城市，未来几年只会更惨。灵活就业的火爆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漏洞和统计游戏。根据当局的定义，灵活就业包括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但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，比如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，还有个体工商户、自由职业者等。听起来挺美，可现实是，这些人没有社保，没有医保，没有劳动合同，随时可能被平台优化掉。更离谱的是，官方统计把很多挂靠人员也算作就业。比如前面提到的陈进，他挂靠在3家公司申报收入，表面上没失业，实际上已经3年没正经工作了。这种统计方式，全国有多少？根据前湖南省统计局职员李先生的爆料，真实失业率可能高达30%至40%，远超官方的5.4%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场就业危机可能只是个开始。
根据阿里研究院的预测，到2036年，灵活就业人数可能达到4亿。这意味着未来10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将被迫加入这场没有保障的就业炼狱。而政策支持呢？ CAFI 报告提出了3点建议：完善灵活就业保障制度，优化金融供给，多方共建债务救助体系。可这些建议听起来就像空话。以社保为例，目前只有 20% 的灵活就业者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， 80% 的人连退休后的保障都没有。政府喊了多年支持灵活就业，可实际投入呢？几乎为零。更扎心的是，国际环境也在恶化。中美贸易摩擦加剧，欧盟对华出口限制增多，中国外贸企业订单持续下滑。根据商务部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出口总额增长仅 3.5%， 远低于预期。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工厂倒闭、工人失业的现象只会更严重。